要學識點樣去到投資，並唔係一朝一夕可以係精通到嘅事。相反，投資呢一門嘅學問啦，係一世嘅功課嚟嘅。咁就因為金融嘅市場啦係千變萬化嘅，咁要真係學識點樣去到投資啦，並唔係講咁簡單。所以今集啦，我想同大家去到分享新手投資者經常會犯嘅5個錯誤啊！咁希望各位嘅投資新手啦，係可以避免呢一啲嘅陷阱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目前股票市場嘅不確定性啦係非常之高。中國一連串嘅監管政策、恒大嘅債務危機同埋美國嚟緊收水對股市嘅影響咧，都會令市場係非常之波動。咁但係作為一個嘅投資新手啦，又應該點樣去到開始自己嘅投資旅程呢？咁今集啦，就想同大家啦去到分享新手投資者經常會做錯嘅5件事。咁第一個新手投資者經常犯嘅錯誤啦，係完全唔做任何嘅投資。咁呢一個咧，其實我絕對係明白嘅。咁尤其係近期嘅市況啦，係咁波動嘅時候，好多嘅投資者啦都會覺得將錢放喺銀行咧係最穩陣嘅。咁原因係好簡單啦，因為咁樣做嘅話咧，就唔需要冒任何投資下跌嘅風險啊。當然啦，我絕對認同每一個人咧係需要有足夠嘅積蓄去到應付日常嘅生活開支啦，同樣要係有足夠嘅積蓄去到應付突如其來嘅一啲嘅使費嘅。咁但係啦，如果我哋係只係將所有嘅積蓄儲存喺銀行嘅時候咧，亦會同樣面對唔投資嘅風險啊，就係通貨膨脹啦。咁都會令到你嘅銀紙啦，係會不斷縮水同埋貶值嘅。咁簡單去到舉一個例子啊，咁當你嘅銀行戶口，例如咧係有1萬蚊港紙嘅時候，而假設香港嘅平均通脹率咧係每年大約係有3% 嘅話，你今日嘅1萬蚊喺10年之後咧，只會係剩翻7500蚊嘅購買力嘅啫。而20年之後就得翻5500蚊嘅購買力添，咁比起依家嘅價值咧，係縮咗接近一半咁多。而依家普遍銀行嘅利息啦，都係非常之低啊，咁有1% 啦，已經係非常之好啊。咁所以只係將錢儲存喺銀行戶口，只會係令你嘅儲蓄咧係慢慢俾通脹係蠶食啊。咁我哋先唔好話要係投資去到賺好多錢先。咁但係至少咧，我哋係希望將我哋辛辛苦苦賺翻嚟嘅錢咧，去到保住先，去到抵抗呢一個嘅通脹。咁就因為咁咧，每一個人啊都要學識點樣去到投資。咁雖然我哋頭先啦就提到，因為通貨膨脹嘅原因啦，我哋係需要做投資啦，去到抵抗通脹嘅。咁但係千祈啦，唔好聽完我講之後咧，就即刻將銀行嘅儲蓄啦，就拎晒出嚟去到做投資。咁我哋冷靜啲先。咁因為作為一個新手嘅投資者嚟講咧，咁你仲係處於一個嘅摸索嘅階段。咁所以啦，就唔應該一開始咧係投資太多嘅。尤其係咁波動嘅市況底下咧，作為一個投資新手，就真係要量力而為啦。咁我嘅建議啦，係將你自己嘅積蓄10%至20% 攞出嚟啦，去到投資，去到試下水溫先。咁又或者咧，你可以去到揾一啲嘅模擬交易平台，去到練習下呢個嘅交易股票嘅一啲嘅操作啦。咁當你係有信心嘅時候咧，先至再用真錢去到投資嘅。咁樣做嘅話咧，就更加之穩陣啦。咁你亦可以啦，去考慮用一個月供嘅方式，每個月用一個細嘅金額啦，定期做一啲嘅投資嘅。咁呢一個方法啦，一來咧就唔需要你一次過動用太多錢啦，去到做投資。咁二來啦，係有一個平均成本法嘅效果。咁咧係避免你一次過係高位買入嘅風險啊。咁另一個我成日見到新手投資者犯嘅錯誤啦，係喺投資方面咧係實在太過進取啊！
係冇做好基本嘅理財啦，就急住去到做投資啊。咁雖然第一點就提到啦，我哋作為一個投資新手，係唔應該將大部分嘅積蓄啦係放喺呢個銀行戶口啊，而係好好利用我哋現有嘅錢啦去到做投資，去到做資產增值啊。咁但係喺投資之前咧，投資者首先一定要有充足嘅應急錢，先係好去開始投資啊。咁因為萬一當你係有一筆突然其來嘅使費咧，例如講緊係你嘅屋企人係病咗啦，係需要錢去到醫病，或者你啱啱啦就俾公司就炒咗魷魚嘅時候咧，係需要錢應付日常嘅開支，而係冇足夠嘅應急錢啊，咁就有可能需要咧係將手頭上嘅股票啦係套現啊。而當你所持有嘅股票唔係處於一個好價嘅時候咧，咁就因為你係急住要錢啦，都冇辦法，只可以喺比較低嘅位置啦去到賣出嘅。我認為投資股票啦係應該長線持有嘅，咁所以啦買股票嘅錢一定要係一啲嘅閒錢啊。咁如果你係嚟緊幾個月，甚至係1年之內啦，係會打算用到呢一筆錢嘅話咧，就唔應該用到呢一啲錢去做買賣股票啦。咁所以喺投資之前啊，除咗最少咧係要有4個月嘅人工積蓄之外咧，咁亦都要係一啲嘅閒錢啊，先係好去投資股票啊。咁因為就算突然咧係有乜嘢使費都好咧，你都會係有筆應急錢去到應付啊，而係唔需要動用到你長線持有嘅股票嘅。另一個好多新手投資者犯嘅錯誤係，佢哋咧係會一直等一個最好嘅投資時機啊。咁佢哋咧往往咧都會係揾到一啲嘅理由啦，去到解釋點解佢哋唔入市嘅。咁喺升市嘅時候咧，就會話個市咧係升得太多啦，要等個市回調咧先至去到再買嘅。而喺跌市嘅時候，又會話個市場氣氛好差。咁可以再等佢跌多啲先至係去到買入嘅。咁到頭來啦，經過咗一輪嘅升市啦同埋跌市之後咧，都仲未見到佢係入市啊。理論上啦，最好嘅入市時機當然係喺大跌市嘅最低位買入啦。咁但係好坦白講，邊個可以係好準確咁樣預測到個低位喺邊度咧？咁要真正知道個低位喺邊，咁都係後知後覺嘅啫。咁等個市升翻上嚟為知道咯。每個投資者啦都會好想去到嘗試去到捕捉大市嘅最低位啊。咁但係當大市係大幅回調嘅時候，而一啲好資深嘅投資者都係選擇去到沽貨離場嘅情況底下，你作為一個投資新手，又會唔會咁勇敢喺呢一個咁恐慌嘅時候去到入市呢？咁所以如果你嘅投資策略啦係傾向比較長線嘅話咧，我個人認為就唔應該花太多時間啦去到研究短期嘅市場走勢啊。咁因為正如頭先所講啦，冇人係可以好精準去到預測短期嘅走勢啊。咁所以等嚟啦都冇乜意思啊。咁我會建議一啲嘅投資新手啦，係會盡快去到嘗試踏出投資嘅第一步啊。咁係少少地開始係試下投資喺一啲嘅優質嘅股票啦，或者係其他嘅投資身上嘅。控制好自己嘅情緒啦，喺投資方面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啊。咁因為好多時啦，投資者咧都會係因為市場嘅氣氛啦，而係影響到自己嘅判斷能力啊。當市場氣氛係好濃厚，個市係咁升嘅時候，咁投資者啦就會抱住一個好擔心錯失賺錢機會嘅心態。咁英文啊就稱之為 Fear of Missing Out（FOMO） 嘅呢一種嘅態度啦，去到盲目入市啊。相反，當市場嘅氣氛轉差，個市係咁跌嘅時候咧，普遍嘅投資者啦都會係把持唔住啊，咁都會俾市場嘅負面情緒啦而係影響到自己嘅，咁都會係急住啦去到沽貨離場啊。咁我自己啦當然都有經歷過類似嘅情況啊。咁就係喺2020年疫情開始爆發嘅時候啦，咁都令環球嘅股市啦都係有呢個急跌嘅情況嘅。咁嗰陣時美股嘅跌幅咧係真係好誇張嘅，咁可以係連續成個星期每日係10% 啦咁樣去到跌落嚟啊。咁當刻咧睇住自己嘅投資組合
由呢個嘅綠色啦轉燈咧去到紅色嘅感覺咧係非常之痛苦啊！咁當時啦都有去到懷疑過啦，自己長線投資嘅策略咧究竟係啱唔啱嘅。咁但係結果我當時啦就決定唔理咁多啦，咁就繼續 strong hold 住啲股票，咁就安慰自己啦。疫情只係一時嘅突發事件嘅啫，咁所以長線投資嘅話咧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嘅。而回顧翻當時嘅情況啦，我係好慶幸啦，我係冇沽出我啲股票。如果唔係嘅話，我好可能就享受唔到疫情之後嘅大牛市啦。咁我絕對啦唔係想去到炫耀我自己有幾聰明啦，或者係幾叻。我只係想同大家啦去到分享翻我自己嘅投資經歷啊。我認為投資嘅時候啦，唔應該係咁情緒化，唔好再太過在意短期股市嘅波幅啊。因為短期嘅走勢啦，冇人係可以預測得到嘅。但係只要你持有嘅股票啦，或者係投資係有質素嘅話，即使咧短期內可能係會遇到一啲嘅波幅啦，但係長線咧都會有唔錯嘅升幅嘅。最後，如果你係未有一個證券戶口嘅話咧，咁都可以係考慮開翻個微牛 VBOO 嘅戶口喎。依家只要去到下邊 description 啦，撳翻個連結，去到開翻個戶口，喺買美股，除咗可以享受到零平台費同埋零佣金之外咧，依家開戶啦，仲可以係獲得價值大約1000蚊港紙嘅高通股票添。另外，我哋和你讚最近就推出咗一份新嘅免費股市月報啊！有興趣訂閱嘅朋友可以去到 description 撳落條 Google Form link 度填翻你個名同埋電郵地址就得噶啦。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讚。